有一次，我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，我的手心冒汗，嗓子发紧。这是一个挑战公共演讲恐惧的时刻。刚开始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怀疑：我真的能做到吗？我的声音会不会颤抖？如果我说错了怎么办？困难和不安在我的头脑中交织，但我坚持下去，因为我不想让恐惧定义我的人生。最后，当我开始讲话，找到了节奏，观众们的鼓励让我释放了内心的枷锁，我完成了讲话。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，回想一下，你生命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手脚冰凉、心跳加速的挑战？那时你是怎么感觉的？是什么让你没有选择放弃？又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？现在，我想向你介绍一本不仅充满灵感，同时也提供实用战略来面对并克服内在限制的书。我刀枪不入。这本书是一种工具，它不只是告诉我们你可以，而是向你展示如何可以，帮助你跨过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。正如我战胜了对公共演讲的恐惧，书中的策略和故事将指引你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无论面临何种恐惧或疑虑，都能勇往直前。继续我们的故事，让我们转向一位真正面对并且克服了惊人困难的人——大卫·戈金斯。戈金斯的旅程是从痛苦出发，他的童年不仅遭受虐待，还与肥胖、哮喘和学习障碍战斗。这些挑战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成长故事中，每一次的挣扎都像是在刻画着他不平凡的力量。但他没有被这些困境所摧毁，反而转化为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。随后，他在耐力运动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，完成了多个超越极限的挑战，展现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心态。我刀枪不入，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自助书籍。这本书以戈金斯的真实生活故事为基础，提供了诚挚而实际可行的建议。这些建议来自他亲身经历过的痛苦和乐观的抗争。戈金斯不仅分享了他何如战胜种种障碍的经历，更重要的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心态如何塑造命运，并用坚不可摧的意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书中，他透明地揭示了成功背后的艰辛和胜利的甜美，邀请每一个读者成为自己故事的勇敢作者。就像前面提到的戈金斯一样，他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核心概念：心理韧性。这个概念不仅仅关乎面对困难的坚持不懈，更关乎在压力之下保持专注与执行的能力。当生活给你下达紧急呼叫时，它是让你紧握方向盘，保持冷静的那份坚强意志。戈金斯通过自身的生活和训练向我们展示了心理韧性的真谛。心理韧性的构建有赖于几个关键要素：自律、承诺和绝不妥协个人标准。正如戈金斯在艰苦的海豹突击队训练中所做的，他面对严酷的环境，保持着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自我极限的不断挑战。即使每块肌肉都在尖叫，每个呼吸都像是被迫出来，他仍然毫不退缩。让我们回顾一下戈金斯的一个生动故事，这个故事证实了心理韧性在逆境中的力量。在准备某次耐力赛的过程中，戈金斯面临了巨大的身体挑战，他需要跑完100英里以资格参赛。那时候，他对长跑并不是很熟悉，但他没有选择退缩。即使受伤，即使极度疲劳，他依然在24小时内完成了比赛。他的故事亲证了那份在身体预言放弃时依然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。戈金斯的生活哲学中有一个简单但深刻的观点：我们永远不应降低达成目标的标准来迎合当下的感受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在严苛的训练、高强度的工作或是个人生活中寻找舒服的角落去藏身，因为成长从来不会在舒适中发生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做到比我们想象中更多，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尝试，有力量去突破。戈金斯曾在一次训练中，即便手脚皮开肉绽，仍然坚持完成了漫长的划水训练。这一瞬间，他证明了当身体告诉你已经达到极限时，其实你的潜能远远大于你所感知的。它是一个心理游戏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这个游戏的赢家。在书中，每一页都描绘着挑战的本质，以及以坚强意志克服挑战的力量。通过戈金斯的故事，
我们得以洞见心理韧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，并在我们自己面对艰难选择和困难时支持我们。无论是专业生涯、个人健康，还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，培养心理韧性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内在的力量源泉。它在关键时刻让我们得以站稳脚跟，勇往直前。心理韧性的讨论引出了戈金斯非常强调的一个原则，它被称作40%规则。这个规则的核心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：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极限，实际上我们只用到了大约40%的潜能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多，走得更远，抵御的压力也更大。我们的心理边界常常比实际能力边缘要近得多。我们通过戈金斯的生活经历，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则的体现。例如，在他成为超级马拉松选手、打破耐力赛纪录的过程中，他多次达到了肉体上的极限。但戈金斯从未接受这个极限，他坚持挑战自我，最终总是找到了超越之前的表现。在经历疲惫、痛苦和品尝到失败的滋味后，他仍然能够再次站起来，继续前进。就像这些传奇般的故事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拥抱并运用40%规则。从职业目标的追求到个人成长，甚至是克服内心的恐惧，我们都面临着让自己更优秀的机会。当你感到疲惫，觉得无法继续时，尝试提醒自己，这不过是40%的信号，你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挖掘。举个例子，在工作中，当你面对一个艰巨的项目，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，记住40%规则，问问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极限，还是只是面临了一点挫折和不适。很可能在你坚持一下，再深入一些，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有能力达到新的高度。亦或在锻炼身体时，当你感觉累到不能再继续健身时，鼓起勇气挑战自己，多做几个动作。那种超越前一天自己的成就感，将是一次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胜利。戈金斯生活中的每一次跑步，每一次挑战，都是在实践40%规则。他每次都超越了别人对他潜力的看法，也超越了他自己之前设定的极限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深藏这种力量，挑战那些令你犹豫的事，考验那些让你退缩的障碍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真正能力远超你的想象。接着上文对40%规则的探讨，我们将话题转向另一个戈金斯本人深度运用和倡导的自我提升技巧——责任镜。简单来说，责任镜是一面无法隐藏任何借口和不足的镜子，它直面了问题的核心，促使人们走出舒适区，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促进自我的成长与进步。戈金斯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责任镜运用的生动范例。在他的体重减重之旅中，这面镜子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，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反思和自我挑战。通过面对镜中的自己，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对自己的习惯和行为找借口。准备加入海豹突击队的过程中，责任镜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面对自己的体型、体能和技能，戈金斯采取了直面不足、设定目标、不断跟进的方法，完成了自己的蜕变。如何将责任镜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呢？首先，从每天在镜子前对话开始，用这个时刻审视一天结束时的自己，汇总一天的行为，对照早晨设定的目标去反思，你是否兑现了早上对自己的诺言？如果没有，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脚步？这种方法强迫我们正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并且激励我们第二天做得更好。此外，把个人目标具体化并贴在镜子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。这些目标可以是减重、学习新技能或者提升工作成绩。每一次你看向镜子，都会被自己的目标所审视，不断地提醒你保持诚实和坚持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自我激励和建立自信的过程。故事中，戈金斯讲述了他如何用这种方式斩断自我怀疑的枷锁，并推进自己前所未有的奋斗。每当面临新的挑战，戈金斯都会回到他的责任镜前，检视自己是否为了即将到来的考验给出了100%的努力。效仿戈金斯，将责任镜作为自我透视与成长的强大工具，
你会意识到它能够在提高自觉性、诚实度和个人成长方面带来显著的影响。它不单是一块反射你外貌的普通镜子，而是一个无法逃避、终身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催化剂。继责任镜的概念后，我们继续探讨另一个对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主题：挑战舒适区。通过打破日常的轨迹，人们可以实现更多的自我提升。戈金斯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寻找新的挑战来推动他的极限，正是挑战舒适区最生动的诠释。他的生活经历中有许多时刻象征着对舒适区的挑战，比如他参加超级马拉松的举动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戈金斯进入这个领域时并没有太多的经验，很多人甚至怀疑他的能力，但他没有让这些怀疑成为阻碍，相反，他选择了坚持并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每一次的赛跑不仅是身体能力的考验，更是心理勇气的考验。如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呢？首先要正视自己的惧怕和犹豫。例如，如果你害怕公开演讲，试着报名参加一个小型的社交活动，或者在朋友面前练习演讲。开始总是难的，但一旦你迈出了第一步，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容易。其次，设立小目标，逐步逼近最终目标。戈金斯在准备超级马拉松的过程中，就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，慢慢增加跑步的距离和强度，最终达成了他的目标。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你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技能提升上。最后，学会接受并拥抱不适感。生活中不舒服的情况往往是成长的催化剂。戈金斯在经历了无数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适后，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，并且变得更加强大。不适感意味着你正在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，你正在扩展自己的界限，这本身就是一次胜利。戈金斯的人生证明，无论是比赛还是人生的其他领域，挑战舒适区总会带来改变，让我们以新的面貌迎接生活的不同阶段。遵循他的脚步，不断向前并尝试新事物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旅途中实现不断的自我超越。追溯之前关于挑战舒适区的讨论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主题：心灵对物质世界的力量。这个理念认为，通过意志力和思维的力量，我们能控制并克服身体的限制。戈金斯的经历以及科学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观点。强大的精神可以使我们超越身体上的束缚。在戈金斯的生活里，有许多能体现心态战胜物质的精彩瞬间。例如，在耐力赛中，他曾经历过极端的身体疼痛和精神疲劳。面对重重挑战，戈金斯不仅仅依靠身体的耐力，更多的是依赖坚定不移的意志。正是他坚韧不拔的心灵，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赛道上的艰难险阻。那么，我们如何锻炼并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呢？首先，持续的反思和自我对话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你可以每日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和反应，像戈金斯一样，在对话中找到前进的动力。把这种自我激励内化成习惯，它会在你面临困境时发挥力量。其次，持续和有目的的挑战也非常关键。设置个人挑战，无论是完成一项新的工作任务，还是攀登一座新的山峰，这类有目标的挑战会激发你的内在潜力。戈金斯通过不断设定并实现难以想象的目标，展示了意志力如何推动一个人达到新的高度。最后，正念冥想和呼吸练习也是减轻身体紧张和精神压力的有效方式。通过定期的练习，戈金斯学会了在压力之下保持清醒和冷静。这些技巧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专注。戈金斯通过他在赛道上和生活中的种种挑战，向我们展示了心灵可以如何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物质条件。通过坚定的心态、练习和反复的挑战，我们不仅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，还能够创造出惊人的成就。这一切都证实了心灵的力量是无限的，并且是我们超越物质限制的关键。承接心灵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力，我们转而审视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议题：过一种有驱动力的生活。所谓有驱动力的生活，是指以目标为导向，持续地追求个人成就，并且永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状态。这样的生活哲学
源自于戈金斯对于平凡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拒绝。戈金斯是如何找到并维持他的驱动力呢？首先是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长远目标，然后坚持不懈地追求他们。戈金斯的例子让我们明白，即便是在克服极限挑战的过程中，他也从未停止过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。无论是完成一场艰苦的特种部队训练，还是多次参与并完成超级马拉松，他的生活充满了不断突破自我的挑战。除了设立新目标，戈金斯也不遗余力地直面自己的恐惧，坚信勇往直前的价值。每一次面对挑战，他都将恐惧视为成长的机会，是向着胜利迈进的另一个必经之路。他的人生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可以永远阻挡一个有决心的人。鼓励读者找到他们自身的激情和动力，就像戈金斯那样，以此来培育一个有目的和成长驱动的生活至关重要。开始探索并定义自己的激情是该过程的第一步。这可能涉及到尝试不同的事情，找出哪些能够激发你内心的火焰，然后将这些激情转化为具体的目标，并像戈金斯一样，持续向这些目标进发。记住，过一种有驱动力的生活，并非一种无情的竞赛，而是一种充满自我认知和个人实现的探索。通过设立目标、追求激情、直面恐惧，并为之付诸努力，每一个人都能够绘制出一条属于自己的、闪耀着非凡光芒的生活轨迹。如同戈金斯的生活轨迹那样，它又坚定又充满活力，不断地拉动着我们前进。当我们回顾戈金斯的生活和教导，最令人深省的是，他向我们展示了掌控自己心灵所带来的转变潜力。他的故事是一个有力的见证，一旦我们掌握了内在的力量，我们就有了超越物质约束和个人局限，乃至于彻底改变生活的能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戈金斯不仅仅显示了强大的身体耐力和不屈的精神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生活的姿态，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，不停地从每一次的失败中学习并再次出发。通过这种持续的内心对话和勇敢的自我挑战，戈金斯成就了不仅人人可见的成功，同时也实现了自我超越。从他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深刻的真理：内在的成长和转变不需要外部条件的完美，只需要我们自己清晰的目标和不懈的努力。戈金斯证明，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找到路径，实现我们的梦想和抱负。反思我们自己的旅程，我们可以实现每个人都拥有像戈金斯一样改变生活的潜力。关键在于，我们必须敢于面对内心的恐惧，敢于迈出自己舒适区的一步，然后不断地设定并追求那些能够激励我们向前的目标。生活不仅仅是一场奔跑，它是一种实现内心愿望、追求个人卓越的探险。戈金斯的生活哲学和成就激励着我们每个人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掌控和利用我们心灵的力量，最终的成就将无法预料。